为了省房租，嫂子联合我妈一起软磨硬泡搬进了我刚装修好的房子里。后来侄子白血病去世，嫂子把怨气发在我身上，是你故意用最差的材料害死我儿子的。他发疯般拿着水果刀对我鼓起的肚子猛戳。既然我儿子死了，那你也别想把肚子里的贱种生下来。足足18刀，我和孩子都没能活下来。许是老天看我可怜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重燃回到5年前，我还没从上一世被刺死的痛苦中走出来，便听到屋外嫂子和我哥贱兮兮的密谋声。宋年那套房子不是装修好了，你找妈一起跟她说说，让我们先带瑞瑞住1年，她会同意吗？我哥这时候还点良知，说那是我准备结婚的新房，他们带孩子住近不太好。嫂子怒瞪他说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好？再说他那房子3室1厅，我们又不住他主卧。现在说着不住主卧，等搬进去之后，一家人直接睡在了我主卧的大床上，还堂而皇之说主卧的床比较大，带孩子睡觉才睡得下，加上有单独卫生间也方便一些。侄子经常尿床，把我上万块钱买的床垫尿得又臭又黄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们住着我的房子，水电物业费不交。我跟我妈说这事，她帮着大哥嫂子说话，说不就是几百块钱水电物业，你作为妹妹帮一下哥哥不是应该的吗？当时我以为他们说话算话，等侄子上1年级就会搬走，谁知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他们赖在那4、5年，一直不肯搬走。直到有一天，侄子诊断出白血病，他们却把侄子的病算在我头上。侄子去世后，嫂子把我新房的东西全砸了。是你故意的，你故意用最差的材料装修，故意害死我儿子。他拿着刀狠狠朝我肚子上刺，我下意识要跑，可怀胎6月又中了他1刀的我，哪里跑得过他？还没走2步就被他拖了回来。宋眠，你个贱人，去死！鲜血不断从身体流出，染红了新铺的地毯。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麻袋，到处都是洞，血流不止。嫂子的面孔在我眼前扭曲变形，她的尖叫声和咒骂声在耳边回荡，但我已无力回应。我从未想过她会对我下如此狠手。我心软，把新家让给他住，没要他1分钱房租，甚至水电物业都是我帮他们交。最后他却一刀刀把我和我的孩子杀死，直到我没了气息，嫂子清醒过来，灵魂脱离肉体。我看着我哥和我妈惊慌失措地帮我嫂子处理我的尸体，他们本想藏尸保护我嫂子，用网上很火的那句话来说，经常杀人的朋友都知道，杀人容易，藏尸难。事情败露，我妈跪在我老公面前，求他原谅，求他出具谅解书。那明明生我养我的亲妈，却为了害死我的凶手下跪。我孙子被宋眠害死，圆圆她也是一时发疯。洛州，放过他吧，就是杀了圆圆，宋眠和孩子也活不过来了呀。看着我妈那声泪俱下的嘴脸，我彻底心寒。明明我才是他女儿，我哥护着他老婆也就算了，为什么他也这样？说什么一时失手，求我老公不要计较。一时失手能不顾我苦苦哀求，连刺18刀？闭上眼，前世所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。我整理好情绪，推门出去。嫂子讨好的端着洗好的水果问我，绵绵午睡起来了？我洗了水果，吃点吧。嫂子那张陪笑的脸和上一世杀我时扭曲的脸重合，
我用尽全身力气把滔天的恨意藏在心里，淡淡的回答：不用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我看到嫂子用手肘碰了碰我哥，我哥连忙出声问：晚上回来吃饭吗？妈说晚上炖鸡。依稀记得上一世就是这天晚上，他们一家软磨硬泡，说侄子在县城读书没地方住，刚好我新装修的房子也不住，去里面住1年，等他们明年在市里买了房，就去市里读。我心软答应了，结果不回。我跟朋友约了逛街吃饭，他们现在肯定绞尽脑汁让我答应他们，等侄子开学就住的新房子。尤其我嫂子陈佳佳，陈佳佳是个笑面虎，上一世为了让我答应新房给他们住，她讨好了我几天，平时一毛不拔的她，特地上街买了我爱吃的车厘子，还送我一套护肤品。不过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套护肤品是他店里客人用了过敏，退回来的。上一世他们住了1年后，见他们没有要搬走的意思，我明里暗里让他们搬出去，说自己要回来住。我妈哭天喊地，说我白眼狼，要把亲妈从自己家赶出去，不想跟他们闹得太僵。我忍了，忍的后果就是被他们害死，一尸两命。这一世我不会再忍，不但不忍，还要为上一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打算先晾他们几天，等他们急得火烧眉毛再拒绝。那天出门后，我没再回老家，而是在县城新房待了几天。对于侄子患白血病，我表示很疑惑，担心真的是我家装修材料有问题，所以我偷偷叫了专业检测甲醛的公司来检测。连续做了1周的检测后，得出结论，甲醛没有超标。这套房子去年10月就装修好了，已经过了大半年，加上通风采光都很好，所以宋承瑞会得白血病和我家没太大关系，那就是他自己体质和其他因素影响了。只要不是我家的问题，那我就放心下来了。我在新房一直待到初9，距离开学没多久了，他们坐不住了。我妈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让我回老家，我借口新房还有些东西没弄好，没回去。初11一大早，我妈带着我嫂子一家3口上门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嫂子笑嘻嘻道：这不是刚过完年吗？带妈下来逛逛。瑞瑞也喊着在家无聊，嫂子一家不请自来，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。我哥和嫂子之前在外地上班，一直租房住。嫂子去年开店赔了钱，就把店铺转让了，如今打算回小县城上班，这才打起了我新房的主意。瑞瑞，姑姑家新房漂亮吧？嫂子低头问他儿子，侄子连连点头，漂亮。他们以前租房住，为了省钱，都租那种破旧的老小区。我新房环境好，加上我费了很多心思，装修得很好看。侄子进来后眼睛都亮了，5、6岁的年纪，对什么都好奇，一不留神就从客厅跑去了卧室。宋承瑞不准进我房间，突然想起上一世他第一次来我家时，也是好奇去我卧室玩，把我花好几千买的落地灯给打碎了。还好这一次我及时拉住了他，把他拽出来。我用力关上了门，看着他一脸无辜的表情，想起他上一世死得这么可怜，我说话声音软了几分。去别的地方玩，卧室是睡觉的地方。嫂子见我阻止他儿子进卧室，十分不满，把他往自己怀里一拽，不高兴道：儿子，你姑姑家新房可宝贵着呢，咱没这福气，住不起啊，咱们走。这阴阳怪气的声音让人觉得恶心，要是换作平时，我肯定立马开口哄侄子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住不起的？但现在任由他气冲冲拽着儿子走，我一句话不说，
也不拦。佳佳，怎么了？别走啊！我哥立马拉住了他们母女俩。我妈怒瞪我一眼，当和事佬。宋棉，瑞瑞是你亲侄子，他还这么小，你说他干什么呀？不就是好奇，想去你卧室看看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哪有上人家里做客，不经主人同意就去卧室玩的？妈，不是我说你们，这好在是我家里，要是去了别人家，不得被人说家教不好。孩子5、6岁，正是开始懂事的时候，你们得好好教。我这话一说，我哥、我嫂子还有我妈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宋棉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哥这人本事没多大，脾气差得很，买了套房了不起是吧？还在这摆起谱了？什么摆谱？好赖话不分是吧？我跟你们讲道理，你们不听，那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上一世我太软弱，被人拿捏。我哥每次一凶我，我就紧张的说不出话来，任由他拿捏。重活一世，我明白了，我哥那种人欺软怕硬，他凶，你比他更凶就行了。见我如此不耐烦，他和我嫂子都露出意外的表情，两人对视一眼，最后我妈开口：“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好吵的？”绵绵确实也是为了瑞瑞好才会说这些话，倒也没说错。我妈拍了拍我哥，意思很明显，现在是他们求着我，让他们要忍一忍脾气。我妈就是这样，永远站在我哥那边。虽然上一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嘴脸，可此时此刻我还是难过，毕竟那是生我养我的妈，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原本以为我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对我好，把我当家人。可有些人生下来就自私，注定不会把你当家人。时间也不早了，绵绵，你这些天也不回家。妈带了半只鸡，还买了猪肚，炖个猪肚鸡汤。你不是最爱吃了，我是爱吃猪肚鸡，可每一次汤炖好，我妈都把猪肚捞起来，几乎全给了我哥和他孙子。鸡腿也是，每次都会对我说：“绵绵多喝汤，汤最有营养。”屁，明明肉才有营养。我妈说着，提着东西就往厨房走。妈，你别弄，我家厨房最近做不了饭，油烟机没装好，漏烟。师傅说元宵节后才有时间来修呢，这事是真的。不过上一世是他们煮饭煮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，等发现时，我的橱柜已经被烟熏黑了。怕他们不信，我打开橱柜，晃了晃没装稳的油烟机，说：“诺，不处理的话，煮饭时砸下来都能砸死人啊！”我妈显然没想到会出这问题。那这半只鸡还有猪肚怎么办呢？都是新鲜的，你们晚上带回去吧。我这么说，表明不想留他们在家里住。嫂子脸色更黑了。妈，你晚上要回去吗？反正我是不打算回去。晚上约了小姐妹聚餐。我哥这时候也说，我也不回去。晚上约了人打牌。我妈见状立马道：“你们晚上都有事，那我得留下来照顾仔仔呀，不然你们出去了谁照顾？”很显然，他们已经打算好睡在我家了。嫂子努努嘴，完全没有了刚刚的气焰，看我的眼神带着几分讨好。绵绵，你新家装修好，我们都没住过，不介意我们在这睡一晚吧？嫂子说完，把门口的东西拿进来。虽说是一家人，但第一次住你家里，也不能空手来。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车厘子。哦对，还有这套护肤品，我之前转店特地给你留下来的，一套要好几千呢。我妈拍拍我的手说：“看你嫂子对你多好，对我多好。”闭了闭眼，上一世一尸两命的痛，揪心刺骨。既然家里做不了饭，那咱中午出去吃吧。绵绵，你想吃啥？哥请客。爸爸，我想吃牛排。好，那咱就吃牛排。爷爷，今天能吃牛排，还能住姑姑的新房子，
我睁开眼，看着他们一家高兴的面容，冷冷道：“谁说我同意你们住了？”我这一句话让他们几个人脸色纷纷愣住。绵绵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妈拉了拉我，小声问道。我甩开她的手，看向我哥哥嫂子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嫂子，我约了几个闺蜜来我家聚会，恐怕晚上不能留你们住了。”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拿起手机就给闺蜜群打了个语音过去：“到哪了你们？在路上了，马上到。别催别催，哈哈。”小绵绵，我带男朋友来，不介意吧？你说呢？带2个不介意。另一个说。还有人嚷道：“带3个也行。”好的，等你们哟。挂了电话，我满脸歉意看着哥嫂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主要是有个闺蜜过2天要去外地，我们约好了这2天在我家狂欢。宋绵，你这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？哪有来人家家里还带男朋友来的？妈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以前也带我男朋友去他们家里玩呀。放心，没有那么多个，他们顶多就1人1个男朋友。我推了推我妈，往外面走。哥，你不是要请吃饭吗？我家也做不了饭，我原本想点外卖回来吃的，正好你说请客，我带我闺蜜她们一起，不介意吧？看到我哥吃苍蝇般的表情，我心里暗爽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这么客气？你说是吧，嫂子？若是换做以前，我哥嫂肯定不同意，但如今他们有事求我，就算咬碎了牙也会答应的。呵呵，那就一起吧。我3个闺蜜，2个有男朋友，1个单身。路上我再三叮嘱她们，一定要交好男朋友，千万不要有哪个脑子不正常的去买单。还好闺蜜们没让我失望，我故意挑了家比较贵的牛排店，狠狠宰了我哥一顿。谢谢哥哥请客，我们吃得很开心。谢谢哥哥，绵绵哥哥真好，长得也帅。就是，不过嫂子也打扮也是很耐看的。闺蜜们甜言蜜语把我哥夸得飞上了天，到我嫂子这就留下一句耐看，由此可见她的脸得难看到什么程度。不过我闺蜜们也不是乱说的，嫂子生完孩子后身材没管理，发福胖了快50斤，确实不好看。我哥倒是一直没什么变化，爱玩不操心，所以显年轻。他跟我嫂子站一起，虽不说像母子那么夸张，但看外貌像差了10岁。明明他们是同年出生的，我嫂子一肚子火又不能发，只好乐呵呵笑着，只是这笑怎么看怎么别扭。而他的儿子更戳心，直接说：“妈妈胖不好看，杀人诛心。”我猜应该是我妈背地里经常说我嫂子胖成猪，所以侄子才会有样学样的。吃完饭，我带闺蜜们回了家，我哥嫂他们自然不好意思赖着不走了，说了句改天再来，就和我妈开着他们的小破车回老家去了。当然我知道他们没这么容易就放弃。第2天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去找我男朋友，她肯定是希望我早点出去，然后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刚好给嫂子他们住。重生回到5年前，我和林洛舟还没结婚，虽然我也很想他，可我必须把嫂子住进来这事解决完，不着急。他现在在老家陪他外公外婆呢，元宵节后才上班。我打算让他请个年假过来，我们把婚结了。怎么这么快就打算结婚？不是说年底吗？反正婚也定了，早结晚结都一样，还不如早点结呢。你之前不是一直催我赶紧结婚要孩子吗？也是，年前我妈还催我早点结呢，年后却没再催过了，因为我是打算把这套新房作为婚房的。要是结完婚，我再以备孕的理由待在家里，那他们一家3口就没理由住进来了。这一世，
我要的可不仅仅是他们不住我新房，我要他们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我以回家商量结婚为由，回了趟老家。晚上，我起夜上厕所，听到我哥和嫂子2个人商量，这宋年突然要结婚，摆明了就是不想把新房给我们住，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大不了租房呗。我哥对这件事还没这么执着，我嫂子却不乐意。租房不用钱吗？而且就算她结婚，她老公工作在外地，她也是要跟着去的，房子不还是空着？可她要结婚，我们哪好住人家婚房？万一她准备生孩子，生孩子也不是一时半会能生下来的。我们住一下怎么了？她没买房子之前，不也是住我们家里？怎么我们住一下，她家就不行了？什么他们家里？这栋房子是我爸爸在世的时候盖的，而且当初装修我也出了几万块钱。那明天跟他说说，都怪你这个窝囊废！要不是你买不起城里的房子，我们哪至于这样？去年本来能买的，还不是你开店把钱亏没了？我嫂子一巴掌拍下去，我哥不敢再说话了。呵，狗咬狗，可惜咬得太轻了。我准备回房，听到我嫂子恶毒的声音响起，要是宋棉出个什么意外死了就好了，这样他的房子就归我们了。瞎说什么，赶紧睡觉。虽然我哥现在还帮我说话，但上一世我死后，他可是帮着他老婆藏尸的。既然你们这么无情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妈忍不住，第2天一早就来试探我，先是哭诉我哥嫂去年做生意亏了钱，十分困难，买不起房子，还要租房住，然后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说：绵绵呐，你现在有能力了，出息了，帮帮你哥哥。当初计划生育查得这么严，我身体又不好，拼死生下你，就想着你们兄妹俩有个照应。你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妈妈花了多少钱多少心思，现在妈老了，上一世我就是这样，被他道德绑架，说生我养我不容易，还说什么别人家的女儿都是很早就出去工作供养弟弟读书，还有些给弟弟买房，他就恨不得我把这房子给我哥。这一世我当然不会这么蠢了。妈，这些话你都说了10几年了，当初就是觉得你和我爸不容易，所以我大学自己贷款上的，没要你们1分钱，生活费我自己出去兼职，出来工作后，我挣的钱都给你们建房子了。大哥结婚的时候钱不够，我还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。去年哥他们说要做生意，你就管洛州要得10几万彩礼，那些彩礼原本是给你房老的，结果你一股脑都给他们了，就算是还你们生我养我的恩情，也够了吧？我忍着泪，红着双眸看着我妈，问道：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把我的婚房给他们住，让瑞瑞上学，对不对？我妈开口想说什么，我直接打断她：别否认，我听到他们夫妻俩的谈话了。我说这话时，我哥跟我嫂子刚好从自己屋里出来。宋棉，我哥走向我，带着几分不高兴，想要住我的房子。可以呀，房子虽然是我自己付的首付，但洛州出的装修钱也不多，30几万吧。现在每个月贷款4000，你们要是能把装修钱给我1半，然后负责每个月的贷款，房子我让你们住。宋棉，你当我们冤大头吗？你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帮你出装修，还帮你还房贷。既然你们都不想当冤大头，凭啥让我当冤大头？这话把嫂子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她确实这么想的，只是她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，软弱的我怎么突然反抗了起来。哎呦，吵什么呀？什么冤大头？我妈开始了她的老伎俩，只要什么事我不听她的，她就坐在地上哭，和以前一样。
他往地上一坐，哭道：“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老头子，你咋不把我一起带走啊？我死了算了，儿子没出息，女儿不肯帮忙，新房子连我这个妈都住不得呀！真的服了这个老戏精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我妈显然没想到我不管她，转身就走，身子一跌，直接躺在地上。哎呦，我心脏疼，我头疼，我心梗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哥和嫂子紧张去扶我妈。我翻了个白眼说：“妈老毛病犯了，要不你们送妈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半年前我带妈去做过，全身检查下来3000多块钱吧。上次我出的钱没叫你们给，这次你们出吧。”我妈一听我说这话，立马精神了，自己从地上爬起来，挥挥手道：“我没事，倒是也不用去做检查，一会吃个降血压的药就好了。原来没事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”我笑了笑，再次准备走。送棉，我妈见软的不行，要来硬的了。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吗？怎么没有呢？我回头，一副无辜的表情看着她。妈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心也太偏了，简直偏到太平洋去了。你总说生我养我不容易，难道哥哥就是自己长大的吗？当年你反对我读书，要不是我爸坚持，我怕是高中上不了。这些年我省吃俭用，可你却隔三差五找我要钱。家里建房我给的钱，哥哥结婚我给的钱，我要买房时，你和哥给过我1分钱吗？我妈被我说得面红耳赤，但她可不是会心软的人，谁家女儿不是这样？我妈理直气壮道：“女儿生下来就是为你们儿子服务的。”我看了眼嫂子，嫂子你家也是吧？所以这些年你有钱都给娘家花了，你给弟弟买车买房，给你妈妈买金首饰，可你给我妈买过什么呢？你回去问问你弟弟的房子会给你住吗？你自己被吸血成了习惯，觉得我也应该这样。我嫂子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，我哥却在这时候看向我嫂子：“你弟弟买房买车，你拿给他了？”我对上我哥凶狠的目光，我嫂子更是一声不吭，就拿了一点点。那时候咱有点钱。我嫂子越说越没底气，自己租房住，却帮弟弟买车买房。陈佳佳，你可真行，人果然是双标。叫我拿钱的时候，不想想我男朋友会不会不舒服，到他这里却这么生气。不过也好，就得让他们撕咬起来，才不往我上一世惨死。总之，我把话放在这，你们想住我的房子，没门，除非给钱。还有，这个房子只有我和我爸出了钱，不把你们赶出去都是仁至义尽。说完，我转身上了车，开车离开了。本以为说完这些话我会难过，但是好像没有，更多的是轻松和解脱。此时此刻，他们3个人一定被我气得跳脚。别着急，这才刚开始呢。和他们撕破脸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不再来烦我了。当然，我妈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。过了2天，她又贱兮兮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什么一家人再怎么吵吵闹闹都是一家人，让我回家吃顿饭，说我作为妹妹这么跟哥哥嫂嫂顶嘴，让我回去跟哥哥嫂嫂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我给他们道歉，就算他们给我道歉，我也不回去。马上正月15要开学了，我哥嫂给我侄子报了附近的幼儿园，再不把房子搞定好，到时候没地方住了，所以他们又来找我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他们竟然无耻到利用自己儿子来博得我同情。晚上，我和闺蜜正打算睡觉，家门被敲得砰砰作响，电话也在这个时候疯狂响了起来。绵绵，你开个门好不好？瑞瑞生病了。我家门口有监控器，我拿手机打开监控录像，看到我哥和我嫂子
2个人抱着睡着的侄子，在门口敲门。上一世，我可不记得他们儿子这个时候有生病，记得他是上小学时候频繁发烧，去医院做检查，才查出白血病的。敲门不应，他们继续打电话。怎么了？我接起电话问道。绵绵呐，让我们进来睡一晚吧。瑞瑞他生病了，明天我们就带他上医院去。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了。既然生病了，为什么现在不去医院？我问。这不是发烧，也不太严重吗？想着睡一晚，明天再去。我家不方便，你住酒店去吧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宋棉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这是你亲侄子。我哥在外面一边敲门一边大喊大叫。这个时间点正是大家都准备休息的时候，他这么喊下去，肯定会把邻居给闹出来，被他们闹得没办法。我只好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外面，发现他们不仅抱着娃，还拿着大包小包，根本就不是打算睡一晚，而是想舔着脸直接住进来呀。我穿好衣服开门出去后，没让他们进屋，直接砰的一声锁上了门。宋棉，你屋里藏了人啊，不让我们进去。嫂子不依不饶，非要进去。我拦住他们，直接道：是啊，藏了人，你们不方便进去。嫂子被我一噎，说不出话来。很快，里屋传来闺蜜的声音：不好意思啊，哥哥嫂子，我和我男朋友暂住绵绵这里，真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叶辉别闹，等一下行不行？后面那半句当然是我闺蜜演的，其实里面没男人，里面有男人有女人。你们想进去看看吗？我哥和我嫂子2个人对视一眼，都没说话。宋棉，你新房宁愿给外人住，都不给自己亲哥哥亲嫂子，还有你亲侄子。说到侄子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见侄子脸色苍白，昏昏欲睡，好像还真不太舒服。哎呀，这么烫！我摸了下侄子的额头，发现烫得吓人。你们是亲爸亲妈吗？孩子都烧成这样了，还不赶紧送医院去，还在这想着霸占我的房子。要不我给你们打个120。不用。我哥气冲冲，抱着孩子就要走。我拿起手机，直接给我四叔打个电话过去。喂，四叔啊，您还没睡呢？是这样，我哥我嫂子带孩子下来看病，我家有人住不下了，他们一会去你家住一晚可以吗？好的好的，一会他们会过去。我这个四叔四婶上一世也是个帮凶呢，当初他们死皮赖脸想要住我家的时候，他们夫妻俩可没少帮他们说话。这一世让你们夫妻俩做个好人吧。见他们按电梯离开，我帮他们把大包小包拿着进了电梯。别说妹妹不帮你们，我已经给四叔打过电话了，他们说你们可以在他们家随便住，拜拜，慢走不送，送走他们。我还好心按了关门键。经过这么一闹，他们彻底明白我不让他们住的决心了。这个时候应该去做我四叔四婶的工作了。他们家儿子在市区买了房，这套房子也不怎么回来住。不过四叔一家自然也是没这么好说话的，但动动嘴皮子应该也能同意。不知道哥嫂还有我妈他们用了什么手段，四叔和四婶竟然同意把自己家让大哥和大嫂住，搞定了住处，他们自然不会再来烦我了。不过我可不打算就这么轻松放过他们。我嫂子的弟弟最近迷上了赌博，没错，我的杰作，我可没忘记。上一世我想把我家收回来不让哥嫂住的时候，他弟弟带着家人过来闹，说都是一家人，女孩子就该帮衬家里人。我记得他弟弟在隔壁市工作，我有个闺蜜在隔壁市，让他帮我找几个朋友，搭上他弟弟很容易。他弟弟好高骛远，总想着有什么投资门路一劳永逸，
那几个朋友把他带去会所赌了几次，他弟弟就上瘾了。原本他弟弟也是会走上这条路的，不过比前世提前了几年而已。家里钱都被赌光了，他自然会来找他姐姐。嫂子是个帮衬弟弟帮习惯了的人，怎么会拒绝？每次有钱就往弟弟那里塞，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，因为我嫂子往外塞钱，更加难过。为此，我哥和他争吵多了不少。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上一世因为有我的帮衬，哥嫂关系还算好，但现在他们自身难保，嫂子还一个劲地扶持娘家那个无底洞，我哥自然接受不了，但他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我哥压力大，就喜欢去按摩洗洗脚，那我就给他安排了个洗脚妹，对他嘘寒问暖，让他感受别样的温暖。很快我哥就上头了。我哥原本就是个挺好色的男人，迫于我嫂子的压迫以及穷，他压制了自己的本性。现在有一个又甜又美还不用钱的女孩给他送去温暖，他当然不会拒绝。那边我嫂子为了弟弟的债务发愁，几个月的时间，嫂子弟弟就欠下上百万的债务，房子和车子都抵押出去了，再不还钱睡大街不说，催债的人还威胁说要砍掉他的手。嫂子应该急得白头发都长出了好几根。他来找我借过钱，我非但没借给他，还明里暗里告诉他说我哥最近不太对劲，他自己都急得火烧眉毛了。当然没空管我哥，人最急用钱的时候，就越是容易病急乱投医。这个时候如果有个杀猪盘，你猜他会不会上当呢？猜得没错，杀猪盘也是我安排的。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路子，是因为我一个姐妹曾被杀猪盘骗过，她气不过，就自己研究了个杀猪盘路子，开辟了一条新的杀猪盘道路。她有一个被骗讨伐群，把被骗钱或者被骗感情的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反骗回去。他们不骗好人，只骗畜生的钱。为了把钱投入杀猪盘，嫂子信用卡、借呗等能贷款的渠道都贷了个遍，可以收网了。等他发现自己当成猪被宰了时，他的钱已经从海外洗白又回来了。至于我哥，被我嫂子发现他和洗脚妹打得火热，嫂子拿着刀追了他3条街。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我的杰作，想求我帮忙，却不知道我已经把房子卖了，和男朋友去了他所在的城市生活。我是南方人，男朋友家是北方的，我妈不同意我和他在一起，说太远了，以后他有个什么事我都回不来。思来想去，我在老家这边小县城买了房子，并答应他以后在老家发展，他才同意我和洛州结婚。但买了房子之后，我就把户口迁出来了，现在他想管也管不着了，因为有上一世的记忆，我很清楚现在这个时候房价是最顶峰的时候，等过2年会大幅度下降，正好到时候我和洛州可以在他工作的城市买个小洋房，再生个孩子。为什么我敢把未来全部放在林洛州身上？当然是因为我知道上一世我死后他有多难过。我看到他为了给我讨回公道，花钱给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他四处奔波，最后得到的却是我妈和哥合伙给嫂子弄了张精神失常的证明。林洛州很绝望，处理完我的后事，他在我的坟前自杀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，然后睡在了我的坟前。他说：绵绵对不起，我没办法把杀死你的凶手绳之以法。绵绵，如果他们不是你的家人，那我一定会先杀了他们，然后自杀。可是他们是你最亲的人，我下不了手。绵绵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他说：
绵绵你别怕，我来陪你了。”知道我小时候不被疼爱的经历后，他总是抱着我说：“我家绵绵以前过得太苦了，以后我要让绵绵开心，我要给绵绵最好的爱，希望能治愈她以前的苦。好的家庭能治愈一生，不好的家庭需要一生治愈。林洛舟就是那个能治愈我的人，他就是那个把我破碎的心一颗颗捡起来，然后还开心地说：这颗是我的，这颗也是我的。他把捡起来的心一颗颗缝起来，把它当成掌上明珠。绵绵的整个心都是我的，多幸运，我能遇到他。这一世，我只想和他一起走到天荒地老。后来听说哥哥和嫂子天天吵架，吵到最后离婚了，孩子被嫂子带回了娘家。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娘家人把她赶了出来，不让她回家住。她最后又把侄子送了回来，我妈带着侄子在老家生活。至于我哥，他本来就是个懒得要死的浪子，每天无所事事。嫂子因为欠债太多，想剑走偏锋，跟着一个朋友出了国，不知道去了缅北还是柬埔寨。反正后来我没再听到过他的消息，去了那种地方，估计是很难再回来了。虽然侄子上一世被哥和嫂子教得不好，挺惹人嫌的，但毕竟是个孩子，我还是让人提醒了我妈，让她有时间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，让他上点心。我妈不听，只会说哪有钱，没钱就没钱吧，反正我不会给他了。我妈听不进去，我哥也不当回事，我已经跟他们断了联系，懒得管他们。后来侄子还是检查出了白血病，晚期没得治，和上一世一样，没坚持多久就去世了。这一次没住在我家的房子里，而是住在四叔家。他们找四叔闹了一场，闹到最后，四叔给了几万块钱，反正亲戚是没得做了。在我意料之中，他们本性就是如此，狗改不了吃屎。3年后，我和林洛舟生下了属于我们的孩子，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。我说，给孩子取名为林无双好不好？洛舟问，为什么叫无双？因为我只生她一个孩子，只疼爱她这一个女孩，她是独一无二的，只为自己活。无双，独一无二，没有任何人来分走她的偏爱，她会在宠爱中长大，她会获得我和林洛舟所有的爱。我希望每个女孩都因为爱而来到这个世界，能在爱中长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